不姐，你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你动了别人的心思？我带你们离开部落，不是因为我想当族长，而是因为那里没了我们兄弟几人的立足之地。我想让你们活下去，想让你们吃好穿好，有个稳定的生活。可是事实证明，我不行。哎，不姐，你瞎说什么呀？你怎么就不行了？是啊，你是我们兄弟中最聪明的，你不行谁行啊？铁石也立马帮腔，石岩也急忙说道：对，我们只是运气不好，不是你不行，谁能想到今天的冬日会延长呢？顾及听了几个兄弟的话，心里微暖。你们先听我说完。说着看了看手里没吃完的食物，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我这2日一直在想，我们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刚出来的时候，我想的很简单，带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定居下来。我们都很强壮，完全可以靠捕猎养活自己。等过了冬日，多抓些猎物，还可以给你们一人换一个小雌性回来。以后说不定还能遇到和我们有相同遭遇的人，到时候就可以慢慢成立自己的部落。可如今想想，我真是太天真，想得太简单了。这不挺好的吗？那日子不是挺美的吗？无拘无束，还没人管我们，也不用给那些没良心的族人卖命，有啥不好的啊？对呀，对呀。顾及抬眼看了几人一眼，苦笑道：可是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们就真的能够遇到和我们一样的人吗？就算能遇到，又要等到什么时候？就算能遇到，人家就一定会愿意加入我们？如果不行，就我们几个，那跟流浪兽人又有什么区别？即便我们不介意当流浪兽人，以后换来小雌性，那小雌性会不会心甘情愿的给我们生育后代啊？即便小雌性愿意，我们要打猎养他们吧，谁留下来保证他们的安全？外面可是有很多没有小雌性的不祥兽人，他们要是盯上我们，我们几个人又能打赢几个？到时候我们拿什么保护自己的伴侣和幼崽？难道一辈子都单着吗？那活着还有什么滋味啊？顾及一番话说完，其他几人都沉默了。山洞里的气氛显得很沉闷，让几人都觉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不行啊，哥，我们得找小雌性，我不想当一辈子光棍兽人。石岩嘴角抽了抽，却一句话也没说。他能怎么回答？他也不想当一辈子光棍好吗？但是能不能别在这个时候说出来，没见气氛更沉闷了吗？最后还是不及打破了这沉闷的气氛。都别丧这个脸了，如今不是有个现成的机会摆在我们面前吗？以后能不能找个小雌性生崽子，就看我们能不能抓住机会了。铁石听了这话，抿了抿唇。不急，你的意思是想投靠他们？这个他们说的是谁？在场的人都清楚。顾及觉得今日既然已经把话说到这里，那就干脆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给大家听，就没有否认。鲁修够强够果决，我根本没法跟他比。还有白悠悠那个强大到神秘的小巫师，你们见过比这对伴侣更厉害的组合吗？他们已经具备了成立一个强大部落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试试投靠他们。黑风虽然很喜欢白悠悠的食物，也承认他们这对伴侣确实很厉害，可还是有些不认同的说道：他们是不祥兽人。哼，你还记得那日那个小巫师说的话吗？我们跟他们相处了这么久，可有看到什么不祥的征兆？几人听了这话都是一愣。铁石有些不确定的说道：那你的意思是，那小雌性那天说的是真的？真的是祖先不想养有残缺兽人乱说的？像白悠悠那么强大的巫师，知道的肯定比我们要多，他都愿意跟那几个不祥兽人一起生活，还跟鲁修结成了伴侣，那一定是确定了鲁修他们没有什么不祥之处。几个人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同时露出了怀疑人生的茫然表情。等几个人都消化了一下，才继续说道：我说了这么多，你们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要是有，今天一起拿出来说说，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几个人听了后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铁石更是直接说道：我们既然说了以后跟着你混，那自然是选择相信你了，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其他几人闻言也齐齐点头，表示自己跟铁石是一个想法，都愿意听不吉的安排。不吉看着自己所剩下的最后几个过命的好兄弟，眼眶有些湿润，忍着想哭的冲动笑了笑说道：那行，那接下来你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让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尽量少跟木仪吵架。见到鲁修和白悠悠这对伴侣，记得态度好一点，但也别太过热情，可以吗？铁石几个人闻言都点了点头。黑风却迷糊了：不是说要投靠吗？我们不应该去表忠心求收留吗？只见铁石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黑风说道：嘿，真是个傻子。你给我走开，少肉麻恶心我。
哎，不姐，你们到底啥意思呀？到底要不要投靠？给我说句准话行不？当然要啊，可是并不是我们想投靠，他们就一定会选择接受我们。我们主动投靠，他有什么不乐意的？我们可都是青壮的年轻兽人，有了我们，可以帮他们做很多事情。像鲁修这样的强者，加上白悠悠这样的巫师，如果他们有心思去成立一个部落，会有大把想安定下来的不祥兽人前来投靠。而我们却跟鲁修不一样，我们是正常兽人，相识的时候还起了冲突，他们很难信任我们。黑风大概听明白了不急的意思，有些着急的说道：那怎么办呀？向兽神发誓不行吗？一心不想当光棍的石木也着急，一脸期盼的看着不急说道：不急，你有办法，对吧？他这会儿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了，只有跟着白悠悠他们，他以后才不会一辈子打光棍，他能不急吗？慢慢来，这事急不得，你们只要记得我的嘱咐就行，特别是黑风你，以后收着点脾气，想发火的时候就想想你的饭碗。黑风无语。吃完饭后，鲁修就迫不及待地拉着白悠悠回了他们的山洞，突然就听到了系统的提示音：恭喜宿主获得不吉信仰值20点，黑风信仰值20点，铁石信仰值20点，石岩信仰值20点，石木信仰值30点，当前信仰值280点。有了高兴的事情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跟鲁修分享。怎么了？白悠悠这会儿正高兴呢，并没有看出鲁修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笑嘻嘻地说道：没什么，就是有些高兴，晚点再告诉你，让你也高兴高兴。鲁修听了这话，喉结滚了滚。行，那悠悠你说话要算话啊，晚一点一定要记得让我高兴高兴才行啊。白悠悠并没有觉得这话有什么不对，乐呵呵的直点头，完全没注意到某人看他的眼神越来越热了。白悠悠以为鲁修是急着想知道让他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没有多想。刚坐下，白悠悠就迫不及待的把又得到信仰值的事情跟鲁修说了。没想到他们会一下就给这么多，再来这么2次，我的空间就又能升级了。可能是因为这几日的安稳日子，让他们想起来留下的心思。这本就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明天看他们表现就知道了。白悠悠的想法跟鲁修差不多，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而已。我以为你还要再睡会儿呢。嘿嘿，悠悠饿了吧？我给你烤了红薯，要不要吃啊？不光有烤红薯，他还给白悠悠熬了一点鱼汤。阿修熬的鱼汤很香啊，我很喜欢。啊，是吗？嘿嘿嘿，悠悠喜欢就好，以后悠悠再起晚了，我还给悠悠做。白悠悠听了这话，刚刚那点感动瞬间减了一半。你要是再乱说话，以后晚上你就抱着白团子睡吧。悠悠，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鲁修看了看白悠悠有些红的小脸，眸色暗了暗。我昨天晚上就想说了，悠悠你脸红的样子也很好看，真的美得让我心颤。说完，明显看到白悠悠的耳朵以肉眼可见的迅速红了起来。白悠悠啊，白悠悠，你好没出息啊！体力不如人家就算了，连撩都撩不过人家，你好歹也是个看了 N 多偶像剧的人呢。白悠悠在心里暗骂了自己几句。阿修，过段时间我们房子就要修建好了，我们这段时间做点家具吧。家具？什么是家具啊？就是餐桌、床铺、衣柜。白悠悠仔细跟鲁修讲解了一下，我们要快点行动了。悠悠需要些什么呀？我去弄。要粗壮的树干，我还想要一些竹子，做点小玩意。好了，悠悠，你快吃饭吧，我先去找一些合适的树干了。你吃饱了记得叫我啊。白姐姐，我来收拾就行了，你歇着吧。以后白姐姐有什么事儿都交给我就行，我马上就能长成强大的雄性兽人了，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再要不了多久，我就能跟卢老大一样厉害了。不是一样厉害，是比他还厉害。温柔地摸了摸木儿的脑袋，笑道：那确实是个大孩子了。还没来得及回话，一双异色的眸子被气得几乎要喷火，冷声说道：你刚刚说了什么？再给我说一遍。木儿脸都被吓白了，哪里还有刚刚的雄心壮志，连忙看着白悠悠喊道：白姐姐救命！多大人了，怎么还跟小孩子较劲呢？鲁修那个气呀，
这小崽子竟然敢趁他不在，跑到他家小慈禧面前讨好卖乖，还敢说他坏话。最重要的是，他家小慈禧竟然摸这小崽子的头了，这不能忍，绝对不能忍。悠悠，你为什么要摸他呀？啊？摸谁？他嘴角抽了抽，大概知道鲁修这是在吃醋。阿修别闹，木儿就是个幼崽而已。鲁修对这个答案一点都不满意。可是他也是个雄性啊，悠悠怎么可以摸我以外的雄性啊？表情很严肃，有些强硬地说道。悠悠，不可以摸除我以外的雄性。悠悠，你要是喜欢幼崽，我们以后可以生很多很多。白悠悠看鲁修那个样子，一点都不像是在开玩笑，这哪里是简单的吃醋啊？他此刻才意识到鲁修的占有欲竟然这么强。白悠悠本来以为自己至少会有一点恐慌，可并没有。不但没有恐慌的情绪，他甚至还有些微微的欢喜和甜蜜，这一点都不像他。白悠悠低头抿了抿唇，一时没有回话，气氛就显得有些僵硬。鲁修见白悠悠突然低下头不说话了，就有些慌了，在心里暗骂自己太急了，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内心深处那几乎有些变态的占有欲。刚刚说话的语气还这么强硬，这要是让白悠悠以后都怕他了，可怎么办呢？他很喜欢现在这样，白悠悠偶尔会跟他耍一点小脾气，偶尔会跟他撒撒娇，他一点都不想白悠悠会像以前那样对着他小心翼翼，甚至会对他露出胆怯恐惧的神情。阿修，别生气，我以后不摸别的雄性就是了，雄性幼崽也不摸，好不好？鲁修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在这一刻跳动得异常有力。阿修，你怎么不说话呀？还在生气吗？没有，不生气。我怎么会生悠悠的气呢？我还以为悠悠要不理我了呢。啊？我为什么要不理你？没什么，怕你因为我吓唬木儿生气。以后有什么事好好说，不要吓着木儿了，人家毕竟还是个幼崽。行，只要悠悠以后不碰他，你说啥都行。鲁修笑呵呵的，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只是转头看向木儿的时候，那眼神把木儿吓得差点打哆嗦。木儿委屈的几乎想哭，刚刚被白悠悠摸头时心里有多美，这会儿就有多沮丧。行了，木儿，你去看看你哥哥有没有让你帮忙的吧。你看你把木儿吓的，以后可不许这样了。一道熟悉的白色身影一跑到白悠悠旁边，就开始在白悠的脚边撒娇打滚，还吐舌头。阿修，白团子好聪明啊！嘿嘿，这小东西知道跟着你有吃的，就会卖力的讨好你。就在这个时候，原本安安静静趴在白悠悠旁边的白团子突然动了动耳朵，下一刻对着白悠悠机械的叫了两声，下一刻突然就跳了起来，张开嘴咬着白悠悠的裤脚，就想让白悠悠跟他一起跑。白悠悠不太懂白团子这是怎么了，疑惑的四处看了看，却什么也没发现。可他也知道，动物有时候一些不正常的反应都是一些警示，而白团子这明显是在提醒他什么。怎么了，阿修？悠悠，你现在先别问，别怕，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有我，我会保护你的平安的。你们过来。哎，杜哥，这有什么事吗？鲁修并没有先回答木一的问题，而是先看向了布吉几个人。房子不用你们修了，你们现在就离开。布吉几人闻言都是一惊，他们才决定了要投靠鲁修跟白悠悠，这一次没正式付出行动呢，怎么就要被赶走了呢？不是说好了雇佣我们兄弟几人干活吗？这房屋都还没修好呢，卢老大怎么就急着让我们走了呢？对呀，卢老大，我们兄弟这几日并没有偷懒，干活也都是依着木一的指示做的，为什么突然要赶我们走啊？铁石几人也都有些急了，这要是就这么走了，以后再想遇到鲁修跟白悠悠这么好的机会就难了。要是没动这个心思之前也就罢了，一旦动了留下来的心思，再让他们离开，他们是一点都不甘心。白悠悠也有些懵逼，可结合刚刚白团子的异样跟鲁修的急切，他猜到了事情应该比较严重，就并未多言。不知道远处是有雪崩或者是什么灾难发生，如今已经有一小波兽潮朝着我们这个方向逃来了，最多再有半个时辰左右就能到这里。你们现在离开还来得及，你们要想清楚，前面出现了小波的兽潮，后面有可能出现大波的，如果你们不走，后面就得听我的，我让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得做什么，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拉着白悠悠就往山洞走，
边走边对木一木二说道：“把锅碗收拾一下，准备离开。”白悠悠这会儿也有些无语，感觉他跟鲁修真的好倒霉啊！每次准备安家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感觉老天都是在跟他作对。气着气着就没忍住红了眼睛。悠悠，不用怕，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怕。我不怕。哎呀，没事儿，兽潮过了，我们还会再回来呢。而且兽潮就不一定会撞坏你的房子，就算撞坏了，再修就是了嘛。好吧，也只能这样了。不及没想到竟然会出现兽潮，可是想了想，如今这个冬日，他们这些兽人难生存，那些野兽也好不到哪里去。再加上雪崩跟化雪涨水，出现兽潮也是难免的，只是他们比较倒霉，刚好撞枪口上而已。不姐，我们还不走吗？时间不多了。石木先不干了。不行，这要是就这样走了，没了巫师坐镇，我以后就得打一辈子光棍了，绝对不行。黑风听了这话，嘴角抽了抽，骂道：靠，命都没了，还要什么小雌性啊？哼，要我打一辈子光棍，还不如死了痛快呢。我不想一辈子忍着发情期的痛苦苟活。石木说完，其他几人都沉默了。铁石忍不住说道：可要是留下来，就全要听他的。他要是拿我们当炮灰怎么办？其他几个还在犹豫留不留下来的兽人无语了，眼里闪过一丝决绝之色。时间不多了，我们要马上做出决定。我个人的意见是留下，你们要是同意的话，我去说。铁石忍不住再次问道：那要是他们拿我们当炮灰怎么办？以鲁修的实力，想要逃走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这些炮灰，说不定给我们留下的机会只是有用得到我们的地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获得信任的机会。其他几人听了不吉的话后，都互相看了几眼，最后还是石岩带头说道：我觉得不吉说的在理，我们原本就只打算投靠的，如今这样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就算我们逃跑，对兽湖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时间这么短，又能跑到哪里去？我也在这，与其没目的的乱跑，还不如跟鲁修他们赌一次。不吉见大家都决定了，就松了一口气。卢老大，我们兄弟几人商量过了，我们决定留下来听你的安排，你说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鲁修闻言看了几人一眼，眼神很坚定。行，把悠悠这2日烤过的柴火捆起来，一会儿跟我走。不明白现在不着急逃命还带柴火干什么，但他们已经说了什么都听鲁修的，只得老老实实的去干活。刚进山洞，白悠悠就用一副很严肃的表情看着木一跟木二。白姐姐，我们是做错了什么吗？白悠悠闻言摇了摇头，做出一副难过的表情。刚刚兽神有给我指示。什么？兽神？兽神给了你什么指示？兽神说以后我们不能再把东西放到他那里保存了。啊？为什么呀？兽神的指示我哪敢多问多要求，好在放在那里的东西还能取回来，以后再搬家什么的只能靠人扛了。兽神已经对我们很好了，别人可没有我们的待遇，以后我们自己搬就是了。兽神的赐予与收回都是恩赐，你们可别出去乱说，到时候惹怒了兽神就麻烦了。木一木二听了这话连连点头。白悠悠见他们表情诚恳，才放他们离开去收拾东西。等两人走后，鲁修似笑非笑地看着白悠悠，当初扯谎是不得已，如今我也怕他们对空间有依赖，早晚会露出马脚，还不如让他们以为没了。而且我也怕他们会不小心说漏嘴，只能再给他们一点心理暗示了。悠悠真聪明。阿修，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悠悠，你别怕，拿几个兽皮袋子出来，装一些你自己爱吃的东西，放在外面掩人耳目。后面我可能要带你躲一些日子。我们要躲到哪里去啊？嘿嘿，来这里的时候我就把这里的地势看得很清楚了。我们旁边最陡峭那个山崖，就是我们躲避兽潮最好的去处。这样行吗？别怕，别担心，不管行不行，我都会保护好你的。白悠悠闻言心口微暖。都跟我过来，我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懂吗？懂了。几人都点了点头，跟在了鲁修的后面。说完就抱着白悠悠快速朝着悬崖的方向而去。他们距离悬崖的位置本就很近，没几分钟就到了。鲁修只往下看了一眼，这个崖壁特别的陡峭，还有积雪遮挡视线，而旁边除了这处崖壁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落脚点，
山石如断，几乎是90度垂直的石梯，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摔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确定了位置后，直接就变成了兽形，顺着一些陡峭的石壁就往悬崖下方行去。好在几人有鲁修开路，下行了不到100米的样子就停了下来。只见他跟鲁修站在所处的位置，正在一块凸起的崖壁上，把白悠悠放在那块最大的凸起石壁上后，就变回了人形。把东西收拾好，自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挖个山洞落脚。说完就不管他们了。悠悠别怕啊，这块石壁很结实，等我挖个山洞以后就可以暂时住在这里了。虽然有些委屈你了，但是不会住太久的。等到兽潮退去后，我们再搬回上面去。白悠悠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易守难攻，很是安全。以后等他们成立部落后，如果遇到什么不可战胜的敌人，这里也能算是个躲藏的好地方。没事，我不委屈。把白悠悠安置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后，就开始挖他们接下来要几日住的山洞。其他几个兽人也开始寻找他们的落脚点了。而不及他们几人商量了一下，决定石岩石木两人挖一个山洞。黑风他们都各自分开了。哎，老铁啊，你还真别说，这卢老大的脑子还蛮好使的呀。这么好的地方，我怎么就想不到呢？铁石淡淡看了黑风一眼。你要是能想到，那估计是兽神显灵了。嘿，我说老铁，你这是几个意思呀？看不起我还是怎么回事？黑风的话还没说完，悬崖的山壁就微微震动了一下。哎，怎么回事？这崖壁不是被我们挖塌了吧？不会这么倒霉吧？啊！黑风有些紧张地问道。应该是兽潮到了近前，奔跑时引起的震动。别愣着，挖吧。心里稍微有些庆幸啊，还好他们躲得快，要不然就这一阵仗，他们很难逃生啊。没用多久，鲁修就挖了一个长4米左右、高3米左右的山洞。悠悠，一会儿我可能要上去看看，你怕不怕？你要带我一起去吗？我还不能信任这些人，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你要是害怕的话，我就不去了。你要是带上我，我就不怕了。跟着你，我什么都不怕。这么相信我啊？鲁修觉得白悠悠真的太甜了。你就不怕我带你去喂了野兽啊？哼，你才舍不得呢，你还想留着我给你生崽子呢。我要是喂了野兽，你得哭死。对啊，我才不舍得呢。鲁修几乎是被白悠悠赶出山洞的，他都没在外面说奇奇怪怪的话了，为什么还要被嫌弃？悠悠的脸皮实在是太薄了点儿，这样不行，必须得多占占便宜，让白悠悠慢慢适应才行。哎，木一木二留下，在这里挖一个大一点的山洞，把悠悠东西都放在里面。哎，你们几个跟我走，后面有没有吃的，能不能吃饱，就看你们自己的实力了。顾及听了这话，心里大概有了一点猜测，同时不得不佩服鲁修的魄力，竟然想干虎口夺食的事儿，可他却一点退缩的意思都没有。捕猎是他们兽人的天性，他们现在相当于占据了天时地利，如果还退缩，就不用在这个兽世继续生存下去了。行，我们知道了。悠悠，我们走了啊。卢老大，你这是准备带上他，这会不会太冒险了？鲁修闻言淡淡的看了不及几人一眼。悠悠待在我身边是最安全的，你们管好自己就行了。在到了目的地的时候，鲁修带头停了下来，老远几个人就听到了各种野兽的嚎叫声，跟兽蹄落在地面上的踏踏声。你们先观察一下地形跟野兽的位置，看好自己的目标，一会儿出手一定要快准狠，最好做到一击毙命，但是切记不要恋战。说着冷冷地看了几人一眼。回返时你们直接朝着我在的斜坡处跑，我给你们断后，但是我不会等拖后腿的人。如果你们连这点路都跑不过来，死了也是白死，明白吗？你一个人断后行吗？万一我们引来的野兽太多了怎么办？说着还看了一眼白悠悠，忍不住说道：你可还带着一个小雌性呢。你们不用管，一会儿跑过来后直接往最陡的山崖跑，那里野兽根本无法行走。顾及听了这话便不再多言，扭头去跟铁神他们商量一会儿突击的位置去了。鲁修扭过头看着白悠悠，却没有再说让他害怕的话。一双异色的树瞳看不清情绪，可白悠悠就能从里面感受到安抚的意味。原本还有些紧张的白悠悠没忍住笑了起来，笑自己真的是栽在了鲁修这个臭流氓的手里了，真的是中了鲁修的毒。
没用多长时间，白悠悠就听到了一阵骚动，接着就是一些野兽的奔跑声。抬眼看去，就看到几只狮子嘴里都叼着一只野兽的脖子往这边狂奔，不及几人在前面逃命，后面的野兽在狂追。因为地势越来越陡的原因，后面的野兽已经出现了摔倒踩踏的情况，让原本紧跟在布吉后面的野兽队伍稍微出现了一些断层，速度也变得慢了一些，但跑在最前面的野兽速度却丝毫不减。这就是鲁修口中的小波野兽吗？那大波得是什么样啊？布吉几人没用多长时间就跑到了鲁修的跟前，就直接冲了过去。鲁修也没有多言，直接一尾巴朝着率先冲过来的野兽甩了过去。鲁修的力气大得惊人，只一尾巴就抽飞了最前面的几只野兽。那几只野兽惨叫了一声，就因着惯性直接砸在了后面的野兽身上，瞬间就倒了一片。鲁修并没恋战的意思，一招见效，立刻就往后退，退一点距离后就停下来再抽飞一轮。接连几次后，布吉他们就已经跑得足够远了，并且已经快到最陡峭的山壁处了。鲁修就没再停下来拖慢野兽的追赶，而是直接转身朝着布吉他们快速追了过去。布吉他们到了最陡峭的崖壁后，原本叼嘴里的野兽也都死得不能再死了。没过多久，鲁修就来到他们的近前，看了几人一眼后说道：干得不错，先把猎物带回去，我在这里等你们，一会儿再干几波。几人原本听到鲁修的夸赞还有些得意欣喜，可等他们把鲁修的话都听完后，一个个都懵了。鲁修说完，见他们都不回话，一双异色的树瞳微微泛起一丝冷光，冷声问道：你们是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几个人闻言连忙摇头，笑话，他们敢有什么意见？人家鲁修一个人断后还带着一个小雌性都不怂，他们怂什么？打不过人家就算了，要是连这点胆量都没有，还算什么雄性啊？那你们快点，争取多搞几波。等几人走后问道：那些野兽不会是要在这里定居吧？不会，这块地方没办法养活这么多野兽，更何况他们的族群不同，如今因为天灾走到了一起，时间长了他们只会互相残杀，最后留下的只有少部分。哦，这样啊。没过多久，布吉他们就再次出现了。他们一来，鲁修就又领着几个人开始新一轮的捕猎，而布吉他们的噩梦也开始了，一次次的突击逃跑再突击，让他们感受到了痛并快乐的真谛。石木屁股坐在自己抓到的猎物尸体上，连连摆手说道：我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再这么跑腿得断了，心脏也受不了啊。石岩靠在崖壁上，也累得不行，回道：我也快跑不动了，猎物也够多了吧？明天再来不行吗？他们长这么大呀，真的从来没有嫌弃过猎物多，这是第一次，他们真的长见识了，但是也太刺激了些，一次太多，小心脏啊有些承受不了。哎呀，老铁，你是不知道，刚刚那只野兽的獠牙离我屁股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了，要不是我跑得快，我今天就晚节不保了呀。谁让你的屁股那么翘，一看就很好下口的样子啊。切，你知道个什么呀你？屁股有肉吃喝不愁，这是福相。布吉啊，一会儿能不能跟鲁哥商量一下？今天能不能就这样了呀？哎呦，真的不行了。确实已经到了极限了，一会儿鲁哥来了，我跟他说说。正说着，鲁修就带着白悠悠过来了。时间不早了，今天先这样吧，晚上吃顿好的，早点休息，明日再看情况。说完就带着白悠悠率先离开了。陆吉几人对视一眼，都松了一口气，同时在心里觉得鲁修也并不是那么冷酷无情，至少还是有一点人情味的。鲁修并没有把白悠悠送回他们自己的山洞，而是送到了隔壁木一他们新挖的山洞。白悠悠看着那些野兽尸体，双眼直冒光，已经想到了各种美食的做法，什么蒸熊掌、烤全羊、炖瘦蹄儿都可以来一份，想想都有些流口水。悠悠，想做什么？我帮你处理食材。阿修，我们柴火不多了，就简单炖一锅肉算了。鲁修闻言点了点头，就让木一他们在洞口架一口锅，自己则是选了一只野兽处理。等布吉他们带回足够的血后，就开始烧水处理肉。如今住在这个地方，干什么都不是特别的方便，
只能一步一步慢慢来。几个兽人忙了一天，用了那么多的体力，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等白悠悠把肉炖好，已经过去不短的时间了。白悠悠一说开饭，都争先恐后的围了过来。鲁修只淡淡的抬起眼皮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瞬间老实了，安安静静的开始排队打饭。等轮到黑风的时候，鲁修勾了勾嘴角，淡淡说道：“你已经饱了，这里没有你的份儿。”啊，这……黑风张大了嘴，看着鲁修，露出一个被雷劈的表情。鲁哥，你说笑的吧？鲁修闻言就那样淡淡的看着黑风，也不说话。鲁哥，我刚刚饿极了，就偷吃了一点儿，真的只有一点儿，根本没吃饱。哦，这样啊？对，就是这样的。哎呀，行吧。鲁修说着，往黑风的碗里盛了一木勺的炖肉，然后就示意他可以走了。黑风看着自己大木碗里的那一点点炖肉，欲哭无泪。鲁哥，再来点呗，这也太少了。啥？减少啊？减少就算了吧。说着就做出一副要拿回来的样子。黑风见状，急忙转身一溜烟跑了。你也太坏了吧！人家偷吃的时候，你明明看到了不说，原来是在这里等着人家呢。那些食物他们本就有份儿，饿了要吃，我自然不会阻止啊。只不过每人一顿就那么多量，他自己先吃了，怎么能怪我呀？一入口，味觉就被那香浓的味道给征服了，只让几个兽人吃得停不下来。黑风吃了一口炖肉后，差点没哭出来。早知道会这样，他就是饿死也不偷吃呀。那生肉哪有这炖肉香啊？碗里那点肉没两口就没了。黑风蹭到铁石面前，老铁，好吃吧？都让你别去了，你非去，后悔啦？铁哥，能不能分我一口，让我尝尝味儿啊？哼，你可真有出息啊！为了口吃的，真的是能屈能伸啊！你怎么不试着去求鲁哥啊？他不吃我这一套啊！铁石闻言有些无语啊，感情是他吃这套呗。喏，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好嘞！黑风一骗到吃的，就来了精神，乐颠的继续吃了起来。白悠悠吃过饭后，就泡了2杯秋葵茶，一股清新的味道就从竹筒里散发了出来。老铁，你闻到了没有？鲁哥他们喝什么呢？嘿，刚刚还喊哥，这会儿又老铁的叫了，真是喂不熟啊！一声哥换你点炖肉，你不亏啊！你要是还有炖肉，我继续叫你哥，行不？不急，我们现在这样算是被信任了吗？哪有那么容易啊？要是不信任我们，他们就不担心我们把食物都给偷走吗？他偷吃的时候，鲁哥也没说什么。你觉得我们能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什么小动作吗？铁石听了这话，一时无言。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诚心投靠，早晚都能被信任的。我们会有新的生活。而白悠悠跟鲁修回到山洞后，鲁修就突然从后面抱住了他。干嘛呀？吓我一跳！赶紧松开，我还要铺床呢。你不累哦？有悠悠在，我全身都是劲儿，一点都不会累。一天天的就知道说好听的话哄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哪里学的这些花言巧语。我从来不会说什么花言巧语，对你说的只是我的真心话而已。白悠悠有些招架不住鲁修这一言不合就表白的行事作风，只得转移话题说道：好了，知道了，那你要不要松开？还睡不睡觉了？等2人躺在床上后，白悠悠被鲁修搂在怀里，有些好奇地问道：阿修，你们明天还要捕猎吗？要的就是这个机会，多弄点存粮总是好的，有了足够的食物，才能有人愿意投靠过来给我们卖命。可是太多肉这么放着会不会坏？现在天气冷是不怕，可我们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升温啊。这个确实是难题，不过就算保存不了也没事啊，到时候可以拿到一些小部落进行交易啊。这里要是有个超级大冰柜就好了。阿修，我想到办法了，我们可以做个大冰窖呀。
有了冰窖，我们就不用担心这些食物无法保鲜了。冰窖？悠悠说的冰窖是个什么东西啊？冰窖就是……白悠悠把冰窖的用处跟做法都跟鲁修大致的说了一遍，欢喜道：“那条河的冰那么厚，完全可以用来做冰窖。到时候不光可以给食物保鲜，到了夏天，我们说不定还能有冰可以解暑呢。”这样能行吗？天热了，冰不是会化吗？能行啊，一定能行的。我们把冰窖挖深一些，通道留小一些，到时候把通道密封好，冰窖在地底一定能管很久。等兽群退了，我就开始准备。这树潮什么时候才会退走啊？也不知道我的房子跟那些雪包菜怎么样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开了吧？趁这几日多抓点野兽，那也是好事呀。等忙完了这段时间，悠悠想要的地也可以开始动工了。要不了多久，你想要的，我们都会慢慢的帮你实现的。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的。白悠悠被鲁修搂在怀里，只觉得无比的安心。我相信阿修，我们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的。会的。乖，不早了，睡吧。山洞里渐渐安静了下来，只留一深一浅两道呼吸声相互缠绕盘旋。接下来几日，几个兽人都被鲁修带着过上激情四射的生活，玩的就是心跳跟刺激。现在木一跟木二闲下来了，就专门负责搬运他们抓到的猎物，而不及几个人就惨了，不是在逃命，就是在逃命的路上。而那些野兽如今也学聪明了，所以不及他们现在很难找到下手的机会。鲁修看了看现在的情况，想了想，跟不及他们说道：像这样吧，你们都先回去，我跟悠悠出去看一看。不及几人闻言都松了一口气，快速转身跑了，那样子就像是怕鲁修会反悔，让他们继续跟这些野兽死磕似的。白悠悠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他们这几日是被你虐怕了吧？你看那样子就跟后面有狗追似的。身为雄心兽人，这点苦都不吃，那怎么能行呢？阿修，你刚刚不是说要出去看看？看什么呀？去看一下有没有兽群往这边来，预估一下他们大概什么时候会离开，到时候我们可以再干一波。我们就这么走了，不及他们会不会突然反水啊？他们的信仰值并不是很高，我不太放心。木一跟木二还在那边呢。不会，这几日我把他们的性子摸得差不多了，本性还不错，比较重情重义，还算比较靠谱。而且呀，不及这还是个聪明人，不会做那些蠢事的。再说了，他们就算起了别的心思，我也会用最短的时间找到他们的。悠悠难道忘了我以前是怎么对付偷我东西的人了吗？白悠悠闻言嘴角抽了抽，觉得鲁修之所以这么放心估计最后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吧。白悠悠被鲁修带到山顶后，就迫不及待地往远处看了看，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如果有野兽群出现，一眼就能分辨出来。阿修，你看那些小黑点是不是往这边来的野兽？是的，那群野兽也有要分开的迹象，应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去了。这些兽潮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好事呀。如今这么多野兽来到这块区域，等过了冬日，应该会有一些野兽留下来繁殖，以后我们打猎也就不愁了。悠悠过了冬日，你差不多也应该到了发情期了吧？鲁修话题跳得太快，白悠悠几乎有些反应不过来，抬眼瞪了鲁修一眼。你一天到晚怎么老这么不正经啊？我怎么就不正经了？鲁修一脸无辜地看着白悠悠。我只是想要占有你想跟你一起生崽子而已，这对我来说是再正经不过的事情了呀。鲁修越说越露骨，白悠悠哪里能听得了这么直白的话，脸唰的一下就红了。白悠悠支吾了半天，也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很浅薄，哪里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来发情期呀？阿修，你们这里的雌性发情期有什么特征吗？悠悠为什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啊？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我原来那个世界的雌性没有发情期这个说法呀。怎么会啊？有些不敢置信地问道。那没有发情期，你们是怎么生崽子的呀？身体发育成熟了就可以生孩子呀。没有发情期，你们怎么确定身体成熟了没有啊？到底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呀？不说算了。
看到白悠悠那有些羞涩的模样，鲁修知道不能再问了，再问估计要把人惹毛了，只得压下自己的好奇心，讨好的搂过白悠悠的腰肢。雌性发情期前都会来秦朝雪呀，你们那个世界雌性没有吗？秦朝血？难道是大姨妈？啊，悠悠说的是什么呀？没什么，你们这里的雌性多久来一次秦朝血呀？1年就1次呀。雌性来秦朝血的时候很虚弱的，而且血腥味还容易引来野兽的攻击，所以那段时间都不会出部落。要是多来几次还了得呀。白悠悠听了这话，心里有些没底了，抿了抿唇，继续问道：那他们发情期有什么固定的时间吗？一般是入冬前或者入冬后吧。鲁修说完，眼里全是笑意。悠悠入冬前没能进入发情期，那过了这个冬日应该就差不多了吧？白悠悠闻言，眼睫微颤，低声问道：阿修，你们这里的雌性必须要进入发情期才能生崽吗？对呀，雌性每次过了秦朝血就会有10几天的受孕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后面就更难再受孕了，所以我们兽人繁殖都挺不容易的。不过悠悠不用担心，我这么强壮，一定能让你第一个发情期就怀上小崽子。他突然有些心慌，更害怕。他这段时间跟鲁修在一起一直都很幸福，可是他却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忽略了。他这副身体是系统给他重新塑造的这件事儿，系统信息上他的性别显示的是雌性兽人，他的体质也比以前好很多，所以他一直都当自己如今的身体跟这个世界的雌性是一样的。就算这么久没来过大姨妈，他也没怎么多想。如今听了鲁修这话，他不由开始有些担心跟害怕。这副身体并不是从母体自然诞生的，是系统塑造的。如果过了这个冬日还不能进入发情期，那是不是就说明他不能生崽了？如果他真的不能生崽，鲁修会不会失望？会不会慢慢嫌弃他？不想还好，越想就会越往坏处想。鲁修半天没等到白悠悠的回应，疑惑的一低头，就看到白悠悠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怎么了？话音刚落，白悠悠的眼泪珠子就掉落了下来，人也缩进了鲁修的怀里。鲁修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悠悠别哭，哎呀，你这一哭我心都乱了。怎么了呀？这是阿修，我要是生不了崽子，你会不会不要我呀？悠悠说什么傻话呢？雌性都是能生崽子的，要是生不出来，那就是雄性的能力不行，跟雌性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啊。可我这个身体是系统给塑造的，万一没有发情期怎么办？这下鲁修算是终于明白白悠悠在担心什么了，皱着眉，抿着唇，上下打量着白悠悠，也不说话。白悠悠被鲁修这样打量着，一颗心忽上忽下的，很是煎熬。阿修，你怎么不说话了？悠悠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是说万一我没有发情期，生不了崽，你会不会不要我？悠悠，这么久了，我对你什么心思你还不清楚吗？嘿嘿，从看到你第一眼我就在想，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看的小雌性啊？只一眼我就想将你占为己有，可我觉得自己的身份配不上你，但又舍不得离开你啊，就偷偷的跟在你身后，直到你再次进入我的山洞，我就觉得你应该属于我。你一直跟着我？白悠悠有些傻乎乎的看着鲁修。是呀，嘿，从你离开树洞后，我就一直跟着你。现在想想，即使你那时不进我的山洞，我也不会放你走的。你当时留下我，不是说要让我给你生崽子吗？对啊，我就觉得你就算嫌弃我是个流浪兽人，生了崽你就不一直得跟着我了吗？悠悠，我对崽子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执念，我只是想让你永远跟我在一起，又怎么可能会因为你生不了崽就不要你了呢？真的吗？真的呀。你没出现前，我根本就没有想过想要一个雌性生崽。以我的实力，要真想抢个雌性生崽，也不是不可能。只因你
我才会想有一个与你共同的牵绊。你若真的不能生，那我们不生就是了。虽然会有些遗憾，但我有你已经是意外之喜了。悠悠啊，你要是没有发情期的话，那我以后该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鲁修哀怨地看了白悠悠一眼，认真说道：我又对妖崽子这件事情没有执念，但是我对另外一件事情执念很深。什么？鲁修低下头，凑近白悠悠耳边，低声说道：我想占有你，可又怕伤着你啊。悠悠，你说我要怎么办呀？抬眼看了鲁修一眼，对上鲁修的眼神后，白悠悠只觉得自己好像被烫了一下，赶忙收回视线，躲进鲁修的怀里，犹豫了一下，忍着羞耻心，小声说道：我喝了这么久的灵泉水，感觉身体挺好的，你要是温柔一点，应该是可以的吧？啊，悠悠，你刚刚说什么？鲁修就那样定定地看着白悠悠的反应，就见怀里的人正一点一点地往自己怀里缩，就像是想要藏起来。阿修，怎么了？鲁修一双异色的眸子暗了暗，低头看了白悠悠一眼，喉结微滚。我现在就要。阿修要什么？鲁修看了一眼白悠悠那傻乎乎的样子，低低笑了一声。你啊！白悠悠猛地意识到了什么，看了看自己周围的环境，紧张道：不行，现在不可以啊！悠悠，你刚刚还说可以，为什么又不可以了？白悠悠真的要疯了，这货刚才还一副没听清的样子，原来都是装的。他是说可以，可哪里会想到这臭流氓会有把他就地正法了的想法。抬手拉了拉鲁修，小声哄道：阿修，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不想在外面。鲁修闻言低下头直视着白悠悠，他才轻笑一声说道：这样啊，那我们回去吧。鲁修刚一回来，看了几个兽人一眼，在他们开口前冷冷说道：在我出山洞之前，就是天塌了也别来打扰我，否则……说到这里，鲁修只淡淡扫了几个人一眼，直接抱着白悠悠进了自己的山洞。其他几个兽人面面相觑，不知道鲁修这是闹到哪出。黑风看向不吉，有些不确定地问道：哎，这是怎么了呀？鲁克家的小雌性受伤了吗？不吉也一脸懵啊，扭头看向木一问道：这是什么情况？木一哪里知道他阴明神武的老大到现在都还没把自己的小雌性吃到嘴里啊，也是一脸的迷惑的表情，沉默地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啊。几个兽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一个人敢跟上前去问问那个否则后面是啥，谁也不想去尝试一下，最后都各自散了。这是怎么了？悠悠是怕了吗？不怕。不怕最好，就算怕了也晚了。第二日醒来后，只觉得自己浑身没劲儿，疲惫的不行，久违的系统声音就响了起来。叮，检测到宿主已有固定伴侣，宿主与伴侣所获得信仰值可共享，将为宿主改动系统面板。宿主白悠悠，性别雌性兽人，伴侣吕修，蛇类雄性兽人，今日剩余鉴定事务次数3次，不可叠加。恭喜宿主伴侣吕修获得木一信仰值70点，木二信仰值40点，不吉信仰值50点，黑风信仰值50点，铁石信仰值50点，石木信仰值50点，石岩信仰值50点，当前信仰值530点。应，恭喜宿主已达到空间升级标准，系统将自动为空间升级。叮，扣除信仰值400点，当前所剩信仰值130点。叮，系统空间升级完毕，当前空间等级4级，空间扩大到20平方，空间灵泉每日变为200克。应，此次升级完毕，再次升级需1000信仰值，
请宿主继续努力，期待下次为你升级。刚睡醒的白悠悠本就还有些晕乎，系统这一连串的提示音响完，他整个人都懵了。这就睡了一觉，他的空间就升级了？鲁修是什么时候刷到的信仰值啊？木一木二他就不计较了，可不及他们是怎么回事？他给他们做了那么多顿饭，也就只给了他30-40的信仰值而已。为什么鲁修天天带着他们拼命，他们还给鲁修那么多的信仰值？有受虐倾向吗？白悠悠刚想喊鲁修，就发现自己嗓子哑得厉害。一想到变成这样的原因，白悠悠就又羞又气。哎，悠悠，你醒了呀？要不要吃点东西啊？这是我刚刚煮的。等会儿再吃，我有点事要跟你说。哎，你有什么事等会儿再说。你都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什么？白悠悠惊讶地瞪大了眼，震惊道：“我睡了这么久吗？”鲁修忍着心虚，一本正经地说道：“对，悠悠可能是太累了，就睡得久了些。乖，听话，先吃点啊。”白悠悠也确实饿了，就没再坚持，没一会儿就把一碗食物吃完了。哎，悠悠，你刚刚说有事要跟我说，什么事啊？然后就把系统提示跟空间升级的事跟鲁修说了一遍。布局他们那群兽人就是欠虐，你以后没事就虐虐他们，说不定还能给你涨点信仰值。鲁修听了这话，觉得有些好笑。他大概猜到了那些信仰值是怎么来的。雄性兽人都敬仰强者，布局他们有了投靠的心思。他表现得又够强，得到了一些信仰值，也算是顺理成章的。行，悠悠说什么都行。悠悠，固定伴侣的意思就是一辈子的意思吗？只有我一个吗？当然只会有你一个啊，阿修，我们是要过一辈子的，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丢下我哟。好，死都不会丢下你的。鲁修这一刻只觉得自己这辈子值了，搂着怀里的人，心里无比的踏实，对未来也有了憧憬。悠悠，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呀？我好多了，感觉有力气了。这灵泉水真的好厉害呀！鲁修闻言，眼里闪过一丝笑意。那悠悠吃饱了吗？饱了呢。哦，这样啊。低下头凑到白悠悠的耳边，低声说道：“可我只吃了个半饱啊。”白悠悠听了这话，傻愣愣地说道：“啊，那你再吃点呀。”这可是悠悠说的呀。白悠悠这下终于知道自己上了这臭流氓的套，连忙想从鲁修的怀里挣脱出去，却被鲁修搂得死紧。就听他低声说道：“乖，再一次就好，我保证啊。”小夫妻初尝情事，又有人不太懂节制。白悠悠现在就是后悔让鲁修知道了灵泉水的效果。要不是一天只能喝15克，白悠悠觉得鲁修可能还会干出更混蛋的事儿。白悠悠再次出山洞的时候，已经是被鲁修抱进山洞的第3天了。刚出山洞，白悠悠就看到了趴在一边的白团子，把早就准备好的冬笋给了白团子，然后才看见一眼站在一边笑得一脸讨好的鲁修。怎么这么安静啊？木一他们呢？不及昨日跟我说那些兽群已经开始分散了，今日一早他们就去整理我们原来住的地方了。啊，这么快啊？白悠悠以为还得再等些时候呢，没想到就这几天，这些野兽就分散了。嘿嘿，野兽也有自己的生存模式，逃过了天灾，自然会去寻找合适的生存环境啊。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回去了？鲁修闻言抿了抿唇，想了想说道：“其实住在这里也挺好的呀。”白悠悠一看鲁修那样子，就知道这人在想些什么，瞪了鲁修一眼说道：“我才不要一直住在这里。”我已经让木一木二重新找自己的去处了，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在那里定居，就没必要挤在一起了。白悠悠虽然觉得鲁修说的在理，可就是觉得这人啊，醉翁之意不在酒，你以后不许再这样了。啊？哪样啊？鲁修装出一副没听懂的样子，一脸无辜地看着白悠悠。你以后不许再这样欺负我了，你要再这样欺负我就……好，我以后不这样了，你可千万别哭。对，你以后再这样欺负我，我就哭给你看。鲁修听了这话，干咳了一声，嘴上连连应好，心里想的却是啊，你可千万别哭啊，特别是别在床上哭啊，越哭越想让人欺负呢。
那我们要现在上去看看吗？可以上去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呢。白悠悠听了这话，没忍住给了鲁秀一个小白眼儿，娇嗔道：“也不知道是谁在山洞里胡来了几天都不想出来，这会儿倒是知道他有事情没做了。不知道是谁还说要在野兽群散开的时候再来一波，结果呢？哎，说不是因为悠悠太勾人了，我一时间没把持住嘛。所以还是我的错了。不是，都是我的错，我自制力不行。走吧，我们上去看看他们弄得怎么样了。”白悠悠也想上去了，她还惦记着她的房子呢。哎，白姐姐，你这几日是怎么了？受伤了吗？我想去看你，哥哥也不让。莫尔再早熟，毕竟年纪还小，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人会因为那种事儿几日不出门的。鲁哥，我们把附近的野兽粪便都处理了，房子也没有被怎么破坏，可以继续修下去。真的呀？那可太好了。那雪包菜还有好的吗？没有，都被踩踏坏了。哦，我们现在食物足够，倒也没有太大关系。现在还是赶在化雪前把冰窖弄好吧，还能多储存一些食物。悠悠懂得多，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听你的。等走到白悠悠他们住的那个山洞口后，鲁修就让木一叫来了布吉他们几个。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白悠悠见他们不回话，眼神闪了闪，继续说道：“这次兽潮你们打猎也辛苦了，那些猎物也有你们的一份。我跟阿修商量过了，那些猎物分你们5人一半，你们可以自己搬走。以后你们也有食物了，应该也就不缺我们这口吃的。我们的雇佣关系也就到此结束了。”几人对视一眼，都看到彼此眼里的震惊与茫然之色。这是要跟他们分道扬镳的意思啊？他们不是已经是一伙的了吗？不急，你倒是说话呀！你脑子最好使了，快想办法，快点啊！不急一脑门的黑线，真的怀疑自己上辈子是不是作孽太多，才会遇到这么些怨种兄弟。我们可不可以留下来？那些野兽就当是我们想投靠你们的诚意。你们不是害怕阿修他们是不祥兽人吗？怎么现在不怕啦？我们兄弟几人以前见识浅薄，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是我们不对。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不祥兽人这就是个谎言，怎么可能还会怕呢？留下你们也不是不行，可是跟着我们就要听话，听安排，你们能做到吗？那我们要是听话，以后能找到伴侣吗？别捣乱，这个时候问什么伴侣的事儿啊？我只能说以后会给你们追求伴侣的机会，但是却不会给你们指定伴侣，所以能不能找到伴侣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本事的。白悠悠虽然有成立部落的想法，却不会学现在那些部落的制度，更不会给人干指婚这些事情。我们既然有了投奔之心，自然是做好了听指挥的准备。行了，我们同意留下你们了，你们现在可以去挖坑了。挖坑？不及几人都是一愣，不明白这话题是怎么转得这么快的。就是挖坑，一会儿阿修会给你们解释的。阿修，我觉得在挨着我们的山洞的不远处，直接往山腹下方挖会比较好，这样等到夏日也不怎么能受热。然后就按照白悠悠的说法，开始挖他们的冰窖，而这个冰窖后来一直成了他们储存肉食的地方。挖好冰窖后，让他们把悬崖那边的猎物都给转移了进去，他们的储存任务也就正式完成了。而这一忙就又过去了7、8日，大家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觉，起来后就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有所不同了，已经开始慢慢融化的积雪。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冬日终于要结束了，我们可以种植，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食物，到时候我就可以给你做更多的好吃的了。我不贪心，我已经吃到最美味的了。最美味的？什么呀？当与鲁修的眼神对上后，白悠悠瞬间领悟了。哎呀，你就会欺负我，我不理你了。白悠悠话刚说完，鲁修就直接一个闪身变成兽形冲了出去。白悠悠刚想喊，鲁修已经没影了。你们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吗？不及他们几人对视一眼，然后齐齐摇头表示没有。鲁哥这是干嘛去了？怎么也不说一声？需要我们帮忙吗？正犹豫要不要带人追上去的时候，鲁修已经回来了。我刚刚感觉到被窥视，我就直接冲了过去，没来得及跟你说。你别生气啊，我下次会注意的。白悠悠瞪了鲁修一眼，看了看地上2个已经晕死过去的兽人，一看就是2个流浪兽人，他们怎么回事啊？我一过去就像给打晕了，还没来得及问。白悠悠
听了这话，嘴角抽了抽。万一人家只是路过呢？啥也不问，先直接打一顿可还行？我能确定他们有偷窥我们，我的感觉不会错的。我们先吃饭吧，等他们醒了再问问他们想干什么，又有没有同伙。行。几个人正吃得香，那2个兽人就醒了过来，还没睁眼就闻到一股香味儿。哟，醒了！鲁修听了白悠悠的话，就走了过去。那个有着一双兽爪的兽人就吓得往后移了移，嘴唇颤了颤，说道：鲁修，你认识我？你竟然认识我，还敢偷窥我，挺有胆量的呀！不，我只是无意中发现附近有人为留下的痕迹，就想着过来看看。我并不知道你在这里啊。毛杰现在就是后悔呀，他要是知道这里有鲁修在，说什么也不会拉着自己的伙伴虎子跑来的。原来是你啊，那个偷我猎物的二傻子。鲁修说着，上下看了毛杰2眼，不确定地问道：你这是身上的毛长齐了？长齐了，但是不能再拔了。我现在成年了，再拔估计就很难长出来了。白悠悠听他们说话，听得云里雾里的。你们在说什么呀？什么拔毛不拔毛的？哼，以前他偷我食物，我看着他只偷了一点，没有给搬空的份上，我没有杀他。不过为了出气，逼他变成兽形，把他身上的毛都给拔了。白悠悠听了这话，想了想那个场面，没忍住笑出了声。那时候我才10几岁，贪玩了些。毛杰这个时候才注意到白悠悠的存在，看了看白悠悠跟鲁修亲昵的动作，有些不敢相信的瞪大了眼。这雌性，小雌性，鲁修，你竟然抢到了小雌性了！扭头看向波及几人，有些难以置信的说道：你们不是不祥兽人，为什么会跟鲁修混在一起？黑风大口咬了一口烤鱼，边吃边说道：嘿嘿，因为跟着鲁哥还有嫂子有肉吃呀。毛杰觉得自己今天应该是出门的方式不对，要不然为什么会见到跟听到这么离奇的事情？